地产老总期货崩盘，竟用跳楼威胁我帮他赚回亏掉的10个亿。被逼无奈之下，我拿出1000万准备帮他，却没想到他竟私底下把我提供的资金转给之前暴雷的投资顾问。果不其然，一夜之间资金瞬间亏空，他颤抖不已，生怕被我发现他的行为。可我看您每次的交易资金都很少，是不是害怕了？这样，我们公司刚刚组建了一个新团队，许昌辉知道吧？去年期货市场的收益率高得吓人，他亲自带队，保证让您赚大钱。怎么样，王总也来跟我们一块呗？王长兴听得心中一动，要知道许昌辉可是近几年期货市场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，他所掌握的投资金额最低都在几百亿，自己那点钱算什么呀？想到这，王长兴不自禁问：靠谱吗？确定是许先生带队？当然了，这还能骗您？我们的投资团队都是要对外公布的，如果弄虚作假，这不是砸自己招牌吗？投资顾问拍着胸脯道：您放心，前段时间的大跌，我们已经找出了原因，以后的交易中也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，不会再发生上次的事情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，您自己做交易，哪有跟着许先生这样的能人一起来的好，对不对？话是这样说没错。王长兴看了眼坐在电脑前的女儿，然后拿着手机走了出去，低声道：可是钱现在掌握在我女儿手上，我根本拿不到。你女儿？投资顾问有些讶然的道：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女儿好像还没从大学毕业吧？1000万的资金，这可是您东山再起的本钱，如果交给我们，说不定还有机会翻盘。可是交给一个没毕业的学生，您觉得会比我们更靠谱吗？或者说，您觉得自己女儿的能力会比许先生更厉害？不怕别的，就怕比较。在王长兴心里，自己的女儿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比得过许昌辉那种老手。但钱在王佳妮的掌控下，他能怎么办呢？钱这个好办，只要您同意，我们可以从公司账户上把钱直接划到您新开的账户上。能这样做吗？可万一他发现了？哎呀，您是他的父亲，钱也应该由您来做主才对。就算他发现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了，只要跟着许先生赚了钱，还怕他不高兴？王长兴犹豫了半天，最后道：这样吧，划走一半，另一半留着给他，500万也不算少了。那行吧。投资顾问唏嘘感慨了一番道：不过您未来一定会后悔没有把另外500万也转过来的。初始本金的多少，可是会直接决定您最后收益的。无论投资顾问怎么说，王长兴只答应转走一半，不是真的怕王佳妮会不高兴，而是因为钱从叶枫那出的，自己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，能跟着许昌辉赚钱还好，万一不成，起码还能留一部分本金，到时候再去求叶枫帮忙，算是有条退路。王长兴回到了房间，对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王佳妮道：闺女，要不然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，你看这累成什么样了？王佳妮睁开眼睛问：刚才谁来的电话？投资公司吗？王长兴讪笑一声道：是的，不过我说了，投资都交给你负责，我不管这些事。他们就没再说什么了。爸，那些投资公司并不是真心想帮你赚钱，他们只是在利用交易流程赚取手续费而已，稳赚不亏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把本钱赚回来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？再说了，不还有叶先生吗？王长兴道：我是真的心疼你，你看这都几天了，一直没怎么合过眼，就算想赚钱，也总得有个好身体才行，对不对？去休息一会儿，我保证不碰电脑，实在不行，你把这房间锁上都可以。被王长兴这么一说，加上的确很累，也困得不行，他便站起身来道：那行吧，我去睡一会儿，这个房间必须上锁，你不能进来。说着，王佳妮还把电脑也锁定成了待机状态，又推着王长兴出了屋子，反锁了门。王长兴乐呵呵地看着他，完全没有什么意义，这让王佳妮觉得父亲应该是真的改过自新了，自己的担心可能只是多余的。他回了卧室休息，王长兴等了一会，这才给投资顾问那边发了消息：可以了。得到消息，投资团队立马从账户里划走了500万，钱在进入另一个账户后，立刻就开始了新的交易。100万，10倍杠杆。王长兴看着手机软件里的交易，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发现真是许昌辉亲自带队，他才彻底放下心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来到客厅的王佳妮看到父亲王长兴坐在沙发上，浑身打着白子，脸色惨白，额头冒汗，好像要犯心脏病了似的。王佳妮连忙快步走过去询问道：爸，你怎么了？王长兴没有说话，只死死盯着手机，眼里尽是懊悔和愤怒。许昌辉亲自带队做的交易，并没有去做叶枫认为趋势向好的那些板块，而是去了之前暴跌的板块抄底做多，这其实是一个薄概率的事情。可惜的是，许昌辉低估了那些国际资本大鳄的洗盘决心。短短1晚上的时间，100万的本金，20倍杠杆，瞬间爆得血本无归。王佳妮也看到了手机软件上的爆仓提醒，她脸色一变：爸，你动账户了？王长兴脸色难看的抬头看他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王佳妮转头看向放着电脑的房间，然后又迅速摸向自己的口袋。不对啊，钥匙还在，房间门也没打开，那为什么老爸会爆仓？他哪来的钱？这时候门铃被人按响，可是门铃上显现出叶枫的面孔。王佳妮顾不上爆仓的事情，连忙过去开了门。叶枫手里提着2份早餐，笑着道：你们小区门口的包子还不错，顺手多买了一些，应该还没吃吧？王佳妮的表情有些古怪，她回头看向自己的父亲，不知道该怎么和叶枫说这件事。看着进门的叶枫，王长兴只想挖个洞跳进去，然后把自己埋起来。叶枫看出了父女俩的怪异气氛，便道：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亏钱了吧？听到亏钱这个词，王长兴的身子就不自禁一抖。叶枫看向王佳妮问：说说什么情况？王佳妮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犹豫了下才道：我这几天还好，5万的本金，10倍杠杆，赚回来3万块了。但今天早上起来，看到我爸的手机软件上显示爆仓状态，
可我明明把电脑锁定了，房门也反锁了，不知道他哪来的钱又重新开的户。说着，王佳妮看向王长兴问：“爸，你从哪又弄来钱了？爆仓多少啊？是不是那个投资公司给你做的单？”王长兴无法装作听不到，他抬头看向自己的女儿，又看着叶枫，最后颤抖着道：“是你们的钱。”我们的钱？王佳妮愣住，再一次看向卧室，然后慌张地问：“你偷偷开门了？”没有。是投资公司直接从账户上划扣到新户头的。王长兴连忙解释道：“是他们说这次由许昌辉亲自带队，说稳赚不亏。他们还说要1000万都划走，我没同意，只让他们划走500万。谁知道一晚上就爆仓了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你给我留了500万。”王佳妮气得浑身发抖，自己好不容易赚回来3万，结果父亲一晚上就给他弄没了500万。500万啊！原本王佳妮是打算用很长一个周期去把5000万赚回来的，可是现在本金直接腰斩，他原定的周期时间已经不适用了。看着女儿气得浑身颤抖，眼眶发红，王长兴也知道自己犯下一个大错，站在那低着头不敢吭声。叶枫在一旁看得直摇头，难怪王长兴会亏得精光，已经输得那么惨了，还不信邪。王总，这是你有点不太像话吧？我说过这笔钱交给王小姐负责，如果亏光了算我的。可是你现在上来就搞没500万，这钱怎么算啊？